Hello，大家好。2021年4月，加拿大火爆的房产市场终于开始放缓。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今年4月份的销售数量比3月份下降了 12.5%。上个月在全国售出了60967套房屋，低于3月份的69702套。但是4月份的销售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，却仍然增长了 256%。这主要是因为去年4月份疫情刚刚爆发，当时人们无法进入房产市场。加拿大皇家经济学家罗伯特·霍格认为，这可能是一个早期的信号，表明买家在激烈的竞价战中消耗已经快达到极限。本来房产市场传统的旺季应该是春季，但是因为冬季火爆的市场把旺季给提前了。虽然全国房屋转售数量总体下降，但是在一些房价便宜又不那么过热的市场中，房屋的销售活动还没有放缓，有的地区销量甚至还在增加，尤其是大西洋沿岸、草原地区和魁北克省的部分地区。例如阿尔伯塔和新布伦瑞克的二手房销量环比分别上升了 3.9% 和 2.6%， 魁北克省的销量也仅下降了 2.4%。 销量下降主要发生在安大略省和 BC 省，因为这些地区是最早开始火爆的，因此也最早开始放缓。不过这些地区的供求关系虽有缓解，但仍然紧张，这可能是房价能继续维持的主要因素。在未来几个月里，预计贷款利率将会逐渐上升，房产负担能力将会继续恶化，抵押贷款压力测试会收紧，办公室工作将会逐步恢复，这些都会进一步导致需求降温，销售活动也会进一步放缓。与此同时，飙升的房价也会吸引更多的卖家进入市场。因为之前看到房价在涨，大家都卧房惜售，现在市场放缓，感觉涨不上去了，很多人怕错过最好的套现时机，纷纷都拿出来挂牌出售了。之前因为供求关系紧张，大部分地区今年最佳的卖房时间是3月份，因此很多卖家已经错过了最佳卖房时机。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走势，卖房的人不断增加，交易期限自然会延长，房价也就自然会下降。道明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越是年轻的购房者就越愿意参加竞价战。调查中 51% 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成年人表示，他们愿意为理想的房子出更高的价格。年纪更大的调查参与者对竞价战就不那么热衷了，只有 31% 的35至54岁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愿意为理想的房子出更高的价格。55岁以上的受访者仅有 18% 参与了竞价战。道明银行的报告称，有 19% 的竞价者愿意比要价多出5万加元，有 13% 的人愿意比要价多出5万至10万加元，甚至是更高。这项调查充分说明了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挑唆和冲动。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表示，疫情导致的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财富的不平等，并声称他们已经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。量化宽松计划虽然刺激了需求并帮助创造了就业机会，但它还通过夸大资产价值来增加财富。作为量化宽松计划的一部分，加拿大央行每周购买40亿加元的政府债券，但上个月已经削减至30亿加元。加拿大已经成为第一家减少债券购买规模的央行。它还暗示将在2022年下半年加息。在5月1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卫生官透露，如果 75% 的有资格接受疫苗的人在秋季之前接种了2剂疫苗，那么当地的卫生公共措施就可以开始取消。目前超过 50% 的符合条件的加拿大成年人已经接受了第1剂疫苗接种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已经打了第1针，据说因为疫苗不足，第2针可能要等3个半月左右的时间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